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再度来到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大灾问16啊。这个 Omicron 的病毒呢，持续在全球蔓延确诊人数呢，大多数从几万起跳的，有的几十万都有那虽然呢，确诊者都是轻症，几天就痊愈了。但不可忽视的是，确诊者当中很多是打过2剂跟3剂的人台湾政府从3月1号开始松绑了那个防疫的规范但是大家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还是要虔诚戒慎尤其呢，因疫情影响而造成全球物质短缺、物价上涨，以及货物塞港而无法提货，导致海空运费齐涨这个呢更增加了大家生活上的经济压力所以呢，想要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家都还要面临很大的挑战跟一段时间的调适这是疫情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前一阵子呢，俄国对乌克兰开战造成了新一波的难民潮很多国际慈善人道救援组织虽然展开难民的救援工作，包括慈济在里面但因为难民是逃往好几个国家，他们临近好几个国家所以你要掌握他们的去向要直接有效的给他们援助，其实老实讲是困难重重不得其门而入后续发展呢，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所以现在呢，我们不只要防疫如常精进如常对于这种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呢，也是要保持高度的关注因为地球只有一个地球村里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之度外，这个疫情也好这个战事也好了牵一发动全局所以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地球村里的，即使远在天边，也感觉大家像邻居一样的近大家的心灵还是可以互相感应的在回答提问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由王建勋师兄作曲，庄奴老菩萨作词的一首歌旋律非常的优美曲调非常的悠扬透过这首歌来表达我们的心愿不但彼此祝福呢，我们也一起来祝福乌克兰的人民跟难民。
这首歌是20多年前发行的，歌词意境很美啊，那听了也很疗愈嘛，好，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哉问有9个提问，我们现在就来回答。好，第一题，难道不参与志工就不能做好人做好事吗？一个人如果平时就在做好人做好事，他不参加志工也无妨吧？有人问这个问题了啊。来做志工不只是来行善而已还要学习用智慧来行善做志工也不是来学做好人，还要学习如何好好做人学做好人呢是慈悲，学好好做人呢是智慧。自己做好人做好事也做得很欢喜，甚至也做得没烦恼，这个已经很不简单了。然而即使要做到了也还不够，还需要接引别人一起来做，并且陪伴他，引导他，也让他做得很欢喜没烦恼，这样才可以所以不能只是自己做，还要影响别人一起来做其实只是做好人比较容易啦，但是要做一个有原则、有勇气、有智慧的好人就不容易。否则的话呢，只是妇人之仁什么意思就是孔子所说的乡愿好好先生的意思也就是孔子认为是败坏道德风气的人所以不参加志工团队，自己一个人默默行善，这当然也是好事一桩了但这只是在独修、独行、独觉的有限的领域里面心智跟道业的成长会很有限如果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呢，就要入人群参加志工团队因为人多力量才会大天下事一个人也做不完所以大乘佛法的精神就是不能独善其身，或独修独觉当自了汉，不能这样，必须推己及人否则就会修而无正这个正呢，就跟信解行正的正一样都是指需要透过人群去印证。无量易经里面有讲到无量法门悉现在前这个前就是指人群不是前面的这人群意思是说无量妙法我们学了必须示现在人群中，用在人群中，用在生活中，也就是学佛不能离开人群的意思所以证严上人才说离开人群就没有什么法好修了所以学佛不能闭门造车，要走出自己知识的象牙塔，这样才有可能进入智慧的灵山塔好，第二题，今生今世所扮演的角色是前生前世写好的剧本，那么今生今世要如何写来生来世的剧本呢？类似这样的问题以前有人问过了不过答案也不完全一样了大家可以参考今生今世如果扮演的是一个幸福快乐的角色，这个就代表前世写好了幸福快乐的剧本今生今世如果都是在扮演好命的角色，同理也是代表前世已经写好了好命的剧本反过来讲也是通如果今生今世广种福田，广结善缘那来生来世就是扮演善男子善女人的角色。反之这辈子呢作恶多端或折福造业那将来就要扮演什么命运多舛凶多吉少的人生坎坷的角色。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剧本是因角色是果啦要演什么角色就要先写出什么样的剧本剧本有好坏之分嘛，对，好，那剧本好还要用心把它演好，那如果剧本不好，更要靠我们演技把它演得很精彩，演得丝丝入扣，感动人心演戏虽然不是真的了演戏虽然不是真的，但我们可以借假修真假酒也会成真那剧本呢，无论好坏，演完之后不论有没有掌声或者掌声多少，我们拍拍手，恬淡下台，也不必蓦然回首这就是潇洒走一回嘛。
也就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以前我们谈过嘛，啊，戏演久了就像人生啊，人生久了那也只不过是一出戏嘛，啊，那今生今世要先透彻因果循环的道理，啊，再透过实际行动去付出，这样才有可能为来生来世写出较好又叫座的剧本。要靠自己写剧本。好，第三题，慈济给人一种很庄严的感觉，好像必须穿制服、穿白鞋啦等等，有一定的道规要遵守啊。而时下的年轻人呢，比较随性，要如何来接受呢？身为慈济人，需要如何去面对啊？我们线上的同修可能不全是慈济人哈。那不管是不是慈济人啊，是不是委员也好，人间法跟天下理呢是放诸四海皆准啊，也是很古今不变的啊，大家都可以从中学习啊。我们凡夫还没有在修行前呢都像脱缰的野马，很难调服。那由于长久以来的任性、率性、随性等等这些个性呢，日积月累，然后都变成深重难除的习气。习气就是这样的累积而成的嘛，因为长期以来呢，身心没有受到约束所以呢，要有好的形象气质就很不容易啊。那有没有穿制服或服装穿的是否端庄得体呢？虽然跟修行的戒律是无关的但是它却与个人的形象气质给别人的印象跟别人对我们的观感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叫做形象管理管理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形象管理那其实穿制服的团体很多嘛穿的人也不会排斥例如你说企业团体啦、政治团体、公益团体、公司行号、航空公司、便利商店、医疗人员、学校、球队、餐厅、厨师等等那甚至呢，理发厅、修车厂都有自己的团体制服所以穿制服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那穿制服也是一种习惯尤其在修行团体里面呢，它更是一种众生平等的团体美同时也可以省去呢颜色跟款式要如何搭配的这种烦恼因此才说简单就是美嘛这个就要从基本的穿着跟饮食去做起。穿着跟饮食这个在生活中是很基本的事情，从基本上去做起。年轻人如果还不习惯穿制服的话，那也没关系那就穿素色或白色的服装但是不要穿短裤，要穿长裤也不要露肩的要有袖子的这基本的嘛，在这个道场里面嘛那这个服装方面可以先让他方便等一段时间过后，他们慢慢了解了他们甚至会以穿蓝天白云这件制服为荣因为这件制服常常在国际的大小展览中出现是国际认证的蓝天使制服其实将来大家将来他们出社会去上班很多公司尤其是大企业呢，也是都有自己公司的制服，你也是要遵守对，不如现在就提前学习了好，第四题，有一位师姐她参加志工多年的也有意愿呢受证成为委员，但是她的家庭还处在不和乐的情况时常会跟丈夫家人发生口角，并陷入冷战。我们一群干部呢要常常去她家关怀她，请问这样子的志工适合推荐为慈济委员吗？家庭和不和乐跟可不可以受证委员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在家庭不和乐或家人不认同的这个氛围之下呢，去受证委员会缺少一份家人的祝福也会少了一份助缘的力量佛法是不离世间法，世间法重视的就是圆满跟恒顺这个是关键很重要的理念
圆满跟恒顺。如果家庭经常是处于口角的纷扰之中啊，相信自己的身心也会十分的烦恼跟疲惫啊。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坚定道心，要接受受证啊，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啊。但不可讳言呐，受证之后，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你受证之后，来自家庭的考验呢，也会为自己带来困扰跟障碍啊。不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并不是每一个家庭呢都十分的圆满和谐的啊。表面上看你是这个家庭很和乐很和谐，但是它里面家里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外人也不知道嘛啊，所以不是每个家庭都很圆满和谐的。有些人甚至是因为有家业跟事业的忧悲苦恼啊缠身，而开始呢有修行的念头啊，那希望借名师来指点迷津呐，人生的迷津呐，也希望借佛法来增长智慧，进而解脱自己啊。所以也不能因为家庭有问题还没有解决，就不要接受受证了啊，而是要在受证之后呢，开始走向一个不同的道路，全福音呢，名师的教诲啊，你要皈依嘛，那还要借正信佛法改变自己的言行跟修为，改变自己之后呢，再回过头来影响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度我们自己的家人啊，这样就是近似语所说的。改变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这个是最理想的结果了最好是如此嘛。但是如果不是这么顺利，那怎么办？受证之后还是免不了呢纷争不断那这个就要在纷争的当下，要立即呢反观自照，因为现在你走的是一个修行的路，跟以前不一样了嘛，那就修行就告诉你有纷争的时候，当下立即反观自照，借事练心，反省自己。如果自认自己是受害或委屈的一方，那我们就要了解其中必有缘故。那家人也是一种共业嘛，这个要了解嘛。所以需随缘消旧业，立即懂得立即放下。甚至对的人也要先向错的人道歉，因为你要修行你要修的心宽念纯对我们对的人跟错的人道歉。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了要跟你止息纷争，不跟你纠缠，意思是这样子啦。做得到这样呢，才不会枉费已经受证了。你已经受证，功夫应该不一样啦，要自我期许，功力是不一样啦。心念上能这样转化呢，就是什么？在善待自己，也就是自转法轮，不用靠别人转，自己转。如果做不到这样，而是受证之后还是跟家人的纷争不已那我们自己就理直气壮相信自己也会烦恼满身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家人更不会认同我们的团体了。你参加慈济了，你现在修行了，也不过如此，人家会这样子来揶揄你这样就很不圆满了。所以总而言之是否适合推荐受证呢？这个需要评估各种条件因素，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了，背景因素也不一样了，不能只回答可以或不可以，要视情况审慎客观的评估好，第5题。有一些志工无法接受别人对他的提醒，讲重一点嘛，他会退道心；不讲又会影响团体的运作，该如何是好？其实这个在人群中的修行，这个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志工来自各阶层每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也不尽整齐就好像佛陀时代的释众弟子一样佛陀也因此才花了42年的时间呢，用方便法去投其所好，再来善用其心来
以这个方式来度化众生啊，教育他的弟子啊。那直到最后7年呢，觉得再用方便法不行了，要直接方便中走入真实了，才开始舍方便取正直啊。怎么做？开讲《法华经》啊。所以呢，自宫根基立的呢，我们就以真实法直指人心来度化他，直接跟你讲重点。根基钝的，即使他做错了，不但不能讲他，还要赞叹他。因为呢，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努力呀，但如果他是根基还可以的，我们就要跟他说赞叹当警惕啊，这是正言上人讲的嘛。也可以跟他说，赞叹是同情的鼓励呀，因为不敢跟你讲真话，怕你会受伤啊，所以用赞叹来代替呀。所以根基好的，我们还说不定还可以更加强力道提醒他。常常被赞叹的人容易懈怠哦，用这个来警惕他听到他会很感恩，这句话对我是正向的一个学习他不会受伤这是根基好的人嘛。所以用法也是要懂得观机斗教，因材施教所以自认为是好的提醒，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提醒，但是如果用在人缘、时缘、地缘都不是很成熟的这个情况下呢，他会遭到反效果。所以孔子有讲一句话这个人你可以提醒他，你却沉默不说话，你会让这个人失去成长及学习的机会。这个人经不起别人对他的任何提醒或指教，你却轻易的说出口，这样就是失言了，因为对方听得不高兴嘛。所以孔子讲一个君子要讲或不要讲这个分寸的拿捏呢，他拿捏的非常精准实际也拿捏的非常好一个君子会做到不失人也不失言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也会清楚的明白如何以善巧智慧去说到重点，点到为止，但是也不伤他的心也会知道那个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如何适时保持沉默，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当然最好的结果是不但维护他的道心，也能兼顾到团体的运作，但是这个就是要悲智双运，不容易如果没办法做到这样子，没办法做到尽善尽美，那我们就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不去轻易伤到别人的道心即使问题再怎么难解决，我们也是要学习沉得住气，耐心等待因缘缘生就度化他，缘不生我们就是沉得住气等待因缘因为这个是修行团体不是企业团体更不是军队然后第6题，有一些资深的志工虽然经验丰富，能力也很好，但是还有凡夫的习气当他习气发作的时候呢，其他的志工也不太敢开口去提醒他曾经有人试着要去提醒他，结果呢被这位资深的志工贴标签，被认为你是唱反调这个理念有问题。请问这个应该如何是好资深之人会有资浅之时资浅之人也会有资深之时菩萨道就是一个圆形跑道嘛，谁是前谁在后很难论定分不出来了更何况呢，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谁敢讲自己是先进经文也是提醒我们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慢初学意思就是说，想要学习无上菩提之道，不可以轻视初学者，不能瞧不起新进的志工地位低下的人或根气比较钝的人呢，有时候也会有过人的智慧地位尊贵的人或根基比较利的人，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叫做人有失言，马有乱蹄资深的干部如果是投入志工的时间
比较长，活动的经验比较多，对慈济的精神理念也了解的比较深，同时又懂得默默耕耘，做人低调，没有私心，一心修德，又能够以这样子的良好身教呢，去以德服人呢，这样就是人品典范了，才是我们要学习的人品典范，才是真正的资深呐。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是时间跟经验很资深，但修养、谈吐跟内涵跟不上，只是挂上一个干部或主管的头衔呢，常常对别人呢使出一指神功啊，这样即使时间久、经验足，也还算是知浅。而且呢，常常用一指神功的人呢，也会遭到别人的弹指神功碰到时间、经验、修养、内涵都很资深的，我们就怎么样？择其善者而从之，向他学习。碰到时间、经验很资深，但修养、内涵很资浅的，我们就择其不善而改之，不是改他，是改我们自己。怎么改？警惕自己呀！看到他，我们就警惕自己，叫戒禁修心啊！将来自己变成资深的志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像他这样子喽。自我警惕嘛，对。正言上人曾经持示过，什么是感恩心啊？最好的感恩心就是多看别人的优点，多听别人的好事，并且说在人群中都是凡夫各有习气跟习惯呢。人群中，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而心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他为什么要那样讲呢？上人说修行连这样子的烦恼的念头都不能有。这个就是醍醐灌顶的开示啊，值得我们深入去体会。其实这个开示就是出世的精神跟证悟的理念了。好，第7题，在人群中做志工，难免会碰到考验跟烦恼。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却被人家说：“你会有烦恼，是因为你没有熏法香，没有闻法啦。”虽然我也知道起烦恼心是因为法不够入心了，但是当下听到别人这样讲我们的时候，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啊。请问，碰到这种状况，要如何调试自己啊？的志工团体里面，什么问题都有，一种米养百种人啊，众生相啊，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项。对别人来讲我们也是有习气啊。佛法是对治烦恼的灵方妙药，是没错。但是如果把烦恼的缘起烦恼的造成完全归咎于没有熏法香，没有闻法，这样就有点牵强了。依这样的逻辑的话，那有熏法香、有闻法的人都没有烦恼吗？相信也不尽然呐，对所以佛法是讲因缘种次第，要透过不断的自修、共修、渐修，这样子铺陈下去，日积月累，才有可能顿悟所以不是一触可及的啦。学佛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就是老老实实的一步一脚印有熏法及闻法的人，就会多一分入法的机会。你有去闻法，就多一份入法的机会嘛。那碰到考验跟烦恼，自然也会多一分化解的能力。理论上是如此但是呢，不能说有熏法或闻法的人一定能化解烦恼及克服问题这是路很正确，但是走到没有，那还是另外一个议题因为凡夫的根基立顿有别，也不整齐嘛。有些人虽然有闻法，但他却没有听到重点当然，刚好讲到重点，你刚好在打瞌睡，也有可能所以你有闻法，但是没有听到重点，造成你要用法的时候不对机、不到位，无法可用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即使有熏法闻法，但法却用不出来了，还是无法度没法度还是会有烦恼的破口啦，
你虽然有在闻法，你还是有烦恼的破口。那至于没有熏法或闻法的人呢，要化解困境或面对考验，那一定是更困难的嘛。有闻法都不一定有功力的，何况是没有闻法的人。好，所以这个提问里面呢，被人提醒说我们有烦恼是因为没有熏法相，话这样讲也是没有错哦。可能这个是对方的经验呢，他也可能因为有闻法而逐渐化解烦恼啊，这是这是他心智成长的经验谈嘛，不能说错哦。他即使用这样的口气来说我们也是要懂得转念，把他的话当作善意的鞭策。何况他只是在提醒我们呐，他不是在数落我们、批评我们，不是嘛？我们更要感恩啊！听的呢，心里先不要不舒服啦，先要放下我执我相，没有我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个我，没有这个我执跟我相，虚心接受，并感恩他的提醒。所以，不管是说别人或者被别人说啊，我们都要学习一句话啦：有缘就提醒，无缘就自省。有缘就互相提醒，无缘就自己自省。这句话好。第8题，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觉得上梁的理念怪怪的，自己不敢去提醒他，但是自己又不想变成歪歪的下梁，不知道是否自己的观念不正确呢？到底是谁有问题啊？修行团体里面强调的是慈悲等观呐，一切讲求平等性跟平常心，所以没有上梁跟下梁的上下之分别，也没有我刚刚讲的嘛，知深或知浅之分别。同理，佛教教徒也有各自喜好的修行法门，而法门也没有大小之分，但是有先后的顺序啦。正信佛法也强调众生平等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刚刚以上讲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哦。提问中呢的上梁，我用上梁这个字应该指的是干部啦、组长啦、资深的志工啦，或领众的核心团队等等，应该是指这个了领众者如果精神理念不正确，就会误导群众。而活动在决策品质不好的情况下去进行那更是难有好的成效了甚至严重的时候会造成这个活动好像有点不如法那这个就代志大条咯。不如法是很重的话不如佛法的意思了那是什么法？你自己的定知定见，那个就是不如法了那会不会变成歪歪的下梁？其实不在别人，而是在于自己上梁会不会歪，那是上梁的事情；下梁要不要跟着歪，那是自己的事情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个人生死个人了夫妻登山各自努力兄弟登山也是一样，各自努力不要跟别人牵扯一起，捆绑一起因为佛法是依法不依人依道不依事，是依正法依道理不是依那一个人，不是依那个权势，不是的。其实有时候呢，也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一切只是观念的不同而已即使别人真的有错，那也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见不贤就内自省，刚刚讲的嘛，知道就好，也不必用我们的嘴巴把它讲出来，那是造口业不要去批评责备别人更不要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心智要成长，就要这样子学习好，第9题，在志工的团体里面大家有心来付出相信没有一个人是有所求。可是，一旦给他一个头衔之后呢，他很可能就会执着在这个名相上面，这个头衔上面呢，就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带人，因为他有权利他会选择可以跟自己配合的人一起来承担工作，
这个让人有结党的感觉，请问你的看法如何？不入人群就没有这些事情可以学习的啊！所以入人群真的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刚开始来做志工，都是一份发心跟热忱嘛，绝对无名无利可求的啊！任何一个人来做志工，绝对不是说我去里面我的动机是什么？我要求名求利，不可能的，一定是做得很欢喜啊，才会继续进来嘛。但是呢，会有少数人呢，一旦给他一个头衔之后，他换了位置，也可能换了这个脑袋了，那行事作风就变得不一样。以前我没有权利啊，人家讲怎么做，像我有权利，我就用我自己想法去指挥啊，有可能啊，那可能会我行我素啊，刚愎自用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等等啊，这种习气就会显露出来不是他故意的，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不显露自己的习气的。不是故意的，是能力的问题那这个在人群中的随处可见，修行团体也不例外。修行团体也是凡夫的团体嘛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是因为我们是旁观者明旁观者清我们看得清楚，因为我们旁观者清。有时候当我们成为当事人的时候，也很难免是当局者迷而显露出我们自己的习气出来所以为什么常常要反观自性，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就是这样的因为这就是反复性嘛。所以学佛要先学习什么？反观自照，往内深观都是强调什么？先正己，才有办法去正人当上干部的人会选择可以跟自己配合的人一起承担工作，其实这个是人之常情没有人会选择处处跟自己作对唱反调的人一起承担工作嘛，对不对？政府的执政团队也是这样，在筹组内阁的成员谁会找自己的对手来组成员呢？对不对？默契不好成效不彰没有人会去搬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也没有人会去请鬼神拿药单对不对？可以互相配合做事，就是互结好缘那互相排斥，甚至水火不容，那是过去有结下恶缘但是我们不能把互结好缘而一起做事的一群人解释为是结党，不能这样子讲。但是有些人呢，确实是这样，他只能跟少数与自己属性相同的人呢合群，跟小部分的人合群，对其他多数的人，他就怎么持排外的心理，这才是小圈圈的结党营私啦。孔子不是讲说，君子群而不党，合群而不结党。小人党而不群，刚好相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群跟党的区别，我们要非常清楚才不会稍一不慎呢落入结党营私给人家不好的印象，搞小圈圈干部如果以自己的方式待人或从事活动，如果方法是如法，也就无伤大雅也有效，那无伤大雅了，这是人之常情嘛。只要能对机用得好，就是妙法嘛。我们不必去计较说，是不是他个人的想法或做法，因为换成我们也是会这样子做原则是很坚定，不可动摇，但是方法可以因人而异嘛，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如果领众的干部是以自己的我执我见而不是以正知正见，不以法为依归来领众。那我们就要自己就要以法为依归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能人云亦云，盲从去附和他。虽然可以跟别人和睦相处也可以跟团队合群，但还是要保有自己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很重要。我也常常用这个来警惕我自己。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什么和而不同，这也是一种生活的哲理跟智慧。要学习和而不同。好，前面9题我们回答完毕了。今天晚上我们的问与答到此结束希望各位能够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感恩大家，祝福大家，再见。